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Forge 亚洲跟151频道。今天要介绍的这台车子呢，它让我想起以前是否在台湾啊，我们在国外可能就是开小的 K8 喜美，然后落泰拔引擎，或是在台湾你是不是否当年很红的 Sasso， 或者是雷诺的 Clio 这些稀有车种的小钢炮。然后呢，这一台到底是什么车呢？因为我刚好去试开它，在全原厂的状况下，它真的让我有惊艳到。来，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车子。当然呢，就是这一台，也是台湾蛮稀有的，是 Polo GTI 最新的。那刚刚开的时候呢，让我有惊艳到，不管它的底盘。它的动力，当然动力也是他们说类似 GTI 2.0 的引擎，可是它的动力没有像 GTI 这么大。然后再来是它在原厂的 DSG 换挡逻辑，我觉得超棒的。因为我刚刚在打 S 档的时候呢，我在减速的时候，它会 rough match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它会一直去对应到你最好的 RPM， 你在刹车的时候，它自己就帮你嘣嘣嘣到你所需的那个 RPM， 然后所以你在踩油门的时候，就是在扭力峰值上。我不记得在 GTI 上面在原厂的 GTI 上面有这么大的、那么灵敏的换挡方式在 S 档，可是在 Polo 上面有。当然啦，我们这个影片呢，就是我现在也其实很期待，到底经过我们的 Forge 的三宝。加上 Forge 的软体，还有 Piper Cross 的高档滤芯，到底这台车会变成什么样子，还蛮期待的。我们现在要装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最近也蛮夯的三宝跟涡轮隔热罩。那当然，三宝就是这是喇叭嘴啦、泄压阀跟进气涡流管。那简单介绍，因为可能看 Polo 的车主们可能没有看过我们 GTI 或是 Superb 的影片，所以我就快速的再介绍一下三宝到底跟原厂有什么不一样。首先，这是进气涡流管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这个部分，我们 Forge 的放大了很多。这个东西呢，装上去以后呢，会改善进气的效率，达到呢你油门的反应更快，因为流速变多了，它进气的空气变多了，涡轮更早达到它所需的增压值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泄压阀。那泄压阀来说呢，这个是原厂的。其实泄压阀呢，最主要的功能是稳压，跟再来我们里面的弹簧是可以做更换的。比如说未来像这一台，它等一下要写 Stage 1 的软体，我们就会换比较硬的弹簧。可是原厂的话，它没有弹簧可以换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对应到这么高的压力。再来，它很容易开花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来的。拆出来的时候都已经开花了，那它开花的话，它压力就会不稳定，或是这个破掉，它压力就会泄掉。那原厂这个泄压阀呢，只要是电磁阀还是有工作的，它就不会亮引擎灯。所以呢，除非呢你的那个所需值跟实际值的压力差太多，它才会亮引擎灯。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你车有没有在漏气。所以这个最好是换掉，换成 Forge 的。Forge 也换掉以后，它是阿鲁米的，里面是 piston type 活塞的，可以换弹簧，一劳永逸。因为呢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都是装在涡轮上面，塑钢、塑胶。你觉得塑胶遇到热会怎么样？一定会脆化的。那再来就是喇叭嘴。那原厂的喇叭嘴它有做这样子的设计，因为它呢需要消音的动作，所以压力出来的时候呢，它会往上跑，很不顺。因为有压力，它会往上跑，然后这样子呢就会隔音，但是它就会减少了进气的效率。那我们 Forge 的呢，它就是更大了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我们下面有一个 seal， 跟这里有个 seal， 我们压下去以后呢，压力也直接进去到你引擎节气门那一端。
所以这3个换上去呢，其实也不用多说，车友应该也都知道，其实是超有感的啦。这3宝，那再来呢，就是涡轮隔热罩。那这个涡轮隔热罩呢，是包在涡轮上面的。我们之前也有测试涡轮隔热罩的影片，基本上呢，涡轮表面的面积呢，可以差看车子啦，可以差180度到230度涡轮表面面积。那很多人就说啊，那很好啊，那这个也可以杜绝这个涡轮的热到我们引擎的室里面。所以呢，周边的线组啊、橡胶材料呢，我会可以保持得更久的，不会退化、脆化这样子。来了，我最近有听到我最近有很多 PM 我的朋友们说，涡轮隔热罩如果把涡轮罩起来，那它的热这样子排不出来，会对涡轮有影响吗？我在这里解释一下，它的热不会排不出去，它的热空气还是从排气管可以排出去。那再来呢，它不是自发热的东西，它是引擎排温给它的，所以呢，它不会超出引擎给它的温度。比如说排温在700度，它就差不多说在700度左右。然后再来第3点，其实原厂也有隔热罩，因为很多线啊，比如说 O2 的线也在旁边，还有一些线 sensor 的线都在旁边，它有个隔热罩，可是它是阿鲁米做的。发车半个小时后，其实涡轮的温度跟隔热罩温度都是一样的。那如果你有注意的话，其实超跑其实他们都有装涡轮隔热罩，每一台超跑或是比较高级的车子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比较高级的涡轮套件，它都有附隔热罩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，其实涡轮隔热罩是保护涡轮的。我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之前的问题，我这次这个涡轮隔热罩讲比较久，大家先把东西看完就了解我要讲什么。因为呢，在排龟上面呢，排龟的温度是很高的，有时候最高温度可以达到破1000度，也有可能，它会红彤彤的。有跑山路的人，如果你把引擎盖打开跑完山路，你会看到涡轮呢排龟是红的。那个当下呢，你把车子熄火，它其实它的排温、它的温度会急降至少200度。那因为它是会这样急降度呢，在我们以前没有涡轮隔热罩的年代，或是没有那么新的东西的时候，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涡轮车会做车子延迟熄火，叫 turbo timer。它就是想要让涡轮排龟的那个温度是慢慢降下来，不要一下就熄火，它温度急速下降。到底是怎样呢？比如说你拿上手把玻璃加热，它会红彤彤的。好了，它红彤彤的，你不小心滴了几滴水在上面，它就裂掉了，一样的道理。这样子其实包起来可以防止涡轮排龟裂化。因为很多时候，大家看车子有到年纪的时候，他们通常都是在换排龟，因为排龟很容易裂，因为它热胀冷缩，温度上下太快了。这就是这个涡轮隔热罩的好处。再来呢，它也会装我们 Pipercross 的高热量进气，原厂交换型的。因为它的设计呢，跟 GTI 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EA888 GTI 的进气跟购法的进气，这台车是没有办法装的。再来就是 Forge 软体的，那赶快叫技师把东西装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装好到底有什么差别。走。拉完了，每次从这边走到那边都又兴奋又紧张，真的就是最严苛的考验。我们到底拉几批嘞？哇哦！我们这一台装完了 Forge 的3宝 Pipercross 的高热量滤芯，加上 Forge Tuning Stage 1软体，拉出了245.8，应该可以算246吧，246匹，很好，多了46匹马力耶。那扭力现在呢
达到40公斤左右，很夸张了，很夸张了。所以呢，看到这个数据，要不要摄影机带过来看一下这个马力的图？这个是轮马，这个是计算后的246.8，34公斤，因为它是轮马力，我们要乘1.2，所以是40.8才是真正的引擎上的，因为那不然那个是轮上。对呀、然后好吧，那我们赶快去路驾吧，看一下开起来什么感觉。走。那我们现在来开看，从200匹变到246匹的 Golf Polo，Polo GTI 是什么样子？我要先讲哦，之前啊，我在开它原厂的时候啊，这台真的是让我想到之前啊的所谓的普救206，还有Sasso， 还有 K8 那种改过的，比较改多一点的，因为这台车真的太灵巧了，然后搭配这种的那个马力啊，它真的有让我想到那个东西，它的感觉完全跟 GTI 那个比较大尺码的完全是不一样，因为它整个的灵活性真的是超好的，而且它的马力是够有，而且它的 DSG 的换挡逻辑啊真的很好。我在刹车的时候，它会一直退档，退到那个扭力峰值的地方。在我的记忆里啊，可能我有记错或怎么样，我觉得 GTI 在原厂状态下面，它的 S 档，它的换挡逻辑也没有这一台的这么的激将热血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然后呢，它的油门真的就是随踩随有，就是你看，就是随踩随有。可能因为是车子比较轻吧，所以它就是踩就有，所以我就说它，然后它整个的感觉就是很棒。你看它直接刹车都会退档，马上退。哇，这个拉力，哇，这个可以耶，这个很可以耶。而且它车子这么小，然后你看我现在马上踩出弯，哇，这可以。对啊，我们先这样就可以了，因为毕竟这是客人的车子，而且他愿意让我们拍片，我真的很感谢他。我相信他开到这台车的时候，应该会觉得蛮满意的，因为其实马力多了40几匹是绝对有感的，而且我觉得这台车子连我摄影师都有同感，它的排气管的浪层啊调的真的不错，蛮热血，而且它的仪表板啊，就是你在晃动的时候啊，来来，我们荧幕看一下，我先停。怎么看？没办法看了哈，看不到呀，太近了，看不到。OK， 好，就是不好意思，就是它那个仪表板啊，它是蛮热血，就是你 RPM 上升的时候，它会变厚这样子。就是我觉得它这台车整个就是很热血，而且讲一句就是说，虽然它很像要到120左右，我知道它价格比较高，很多人就说它的配备没有 GTI 好啊或什么，可是它真正的精髓应该不是在它的配备，是在它给你的操控的乐趣。如果你以前是喜欢 Sasso， 喜欢 Peugeot 206，喜欢 K8 的那种感觉的人，或 Clio、雷诺 Clio 这些车子在台湾已经基本上绝版，而且没有代理商愿意或是贸易商进这个新的车子来。目前在这个集聚最热血的就是 Polo GTI 了。我相信如果你开了它，你会很开心。当然，如果你今天是开了 Polo GTI， 你想要做改装的话，不妨你也参考我们Forge的套件。从200匹变到245，这台车真的开起来会让你一直笑。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这边想补充一下，这台车子我也很喜欢，因为接下来它就要还给车主了，那我也蛮想念它，因为这台车真的是太好玩。有一点我刚刚忘了讲，就是你看这个椅子，因为它是 GTI， 然后它又挂了。GTI 其实我觉得就是需要有 GTI 的这个菱格的这个布椅啊，因为最近呢，我们台湾的 GTI 不管是 Performance 都是黑色的椅子，然后是鸡皮的，不是不好，很高级，但是见仁见智啦。我觉得有时候 GTI 呢就要有 GTI 的这个菱格纹，它才是 GTI， 因为从1代、2代、3代、4代、5代、6代、7代，现在8代都是这个菱格纹。
所以我觉得保持这个血统真的还蛮不错的。就这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